别急啊，别急啊，一个个来，都有份儿，都有份儿。慢点哈！哎，您怎么了？感谢神仙呀！要是没有你们呀，我家小宝可能这次就过不去了。是啊是啊，但是丹药有点苦，吃起来还硌牙，不如饴糖好吃。小宝，不许胡说，童言无忌哈！伸手啊！给孩子的药。等会儿啊。孩子的药是，行啊，孙世侄，看来上届炼丹考核能考倒数第一，还真不是没有原因啊。奶奶，后面的人来我这儿排队吧。好，咱们去那边。哎，你哪里不舒服？哦，入门测试啊，那边。高高在上的修仙者能为凡人求医问药提供医诊，谢谢。就算一年只有1、2次，也是难得的善举。而且听说这落云宗只要基础功法修炼到一定境界，即使灵根再差，他们也会收下来，算是有教无类。行啊，就是你了，落云宗。天有飞剑！已经许久没有用过飞行法器了，放哪儿来着？哎。算了，走走也好，就当是好好看看这落云宗的环境吧。这淡淡的云雾，似乎会对炼气起修士产生影响。入门测试这就已经开始了吗？风师兄，这新入门的散修怎么感觉人变少了呀？而且这一个个看上去根本不合格呀！哎呀，还不是我爹有一次破例收了个炼气8层的散修，给外界产生了一个错觉，以为咱们的收徒门槛很低。反正世剑大会次输，输完古剑门就输百巧院，输完百巧院又输古剑门，啊，再接下来没得输了，啊，就算有好苗子，也都被2大派挑走了。不过呀，也不能小看这些散修，谁知道里面有没有被埋没的天纵之才呀？哪来那么多天才呀？务实一点。你看看这都什么人呢？这是什么呀？哎，看那里有2位前辈。好厉害啊！厉害！这就是幻阵吗？哎，这是前辈，我第一次见。好想入门啊！行了，诸位，双灵根、3灵根、特殊灵根的，一会儿跟他走。炼气功法10层以上的，随我来。剩下其余人等在此地等着吧，一会儿会有人带你们去参加试炼的。又白来了。哎，快看，又是那个老头。听我入了门的亲戚说，他次次都来，但总通不过测试。多少年了，一点没有资质证明。资质不好、没有机缘的散修，若想靠自己修到10层之上，还真是难如登天啊！此人修的是何种功法？为何散发出一种奇怪的阴森寒气，且十分隐蔽？若非身世达到一定层次，几乎很难感知到。不好的预感。且慢！你们之中
有没有懂灵草的呀？我都没见过几只，我的穆师贝，你怎么来了？我的药园还缺人手，你来不来啊？药园，兜兜转转，又是药园。新来的叫什么名字啊？禀仙子，晚辈韩立。走。等等，穆师贝，怎么了？有什么问题吗？倒也没什么，这入门试炼的流程还没走完。若是穆师妹那儿缺人手，那不如等我忙完。冯师兄，我们你还是顾好你自己吧。走。总算发完了，真是宁练10天剑，不做1日功啊！哎呀，你还有脸说？入门这么多年了，论这遍草识丹的本事，还不如人家新来的。师叔就别取笑我了，所谓人各有志嘛。哎，不过这位兄弟在草药方面确实有点水平啊。你叫什么名字？韩立。哦，这小韩兄弟一看就是实在人。嘿嘿，我看好你啊！入门之后，孙哥我罩着你。此子看来是个性情中人，不错。敢问穆师叔，这落云宗以往就是这样，施药开诊救助凡人吗？是啊，据说80年前，宗内的一位太上长老化作凡人，在这世俗界行走的时候呢，遇见一户人家，颇受感动。回来之后，便在这儿每年开设义诊，帮助周边城镇凡人。其实啊，就是些不成品级的废丹，留着也没什么用，还不如发给他们，还能治病，怎么能浪费了不是？师叔，你看今天的活都干完了，我约了几个师弟去消遣，就先走一步了哈。哎，小韩兄弟，回来了别忘了找我耍啊！哎，这家伙还是这么没正气。这之后的世剑大会该怎么办呀？哎，还愣着干什么？走，带你进山门。不知那位师兄如何称呼？他呀，姓孙，名字叫……哎呀，太复杂不好念，我们都管他叫孙火。这落云宗啊，除了那座最大的主宗，平时呢作为2位太上长老的闭关之所外，其余呢还有天泉、火云、引剑、锁烟、白凤、幻石6座奇峰。每座峰上啊，都安排了2位结丹期前辈作为正副峰主。来看，那山脚下有一座附属方室，平时啊方便弟子交易资财。你这听的还挺认真啊。行了，最重要的信息就这些了。走，再带你去前面转转。你若有其他问题，自己去藏书阁翻书去吧。哎，那本书叫什么来着？哦，《落云纪要》。你说啊，就这么一点点小事儿，能写这么厚一套书，那几位太上长老也真够闲得慌。冯长老好。参见冯长老。副师侄不必客气，早晚的都是自家人。你身后这位就是新来还未报道的新弟子吧？可儿今天跟我说过了，长老言重了，是我正要带他去见掌门师兄。
老夫啊，刚从议事厅回来，今年的新弟子中竟然还有个断金之体的天才。尹剑锋跟火云峰为了抢人，差点打起来。哎，最后啊，还得我这把老骨头前去调停。要不，最后非得拜入老夫门下，这可如何是好啊？断金之体，确实是好苗子。天色已晚，要不就由老夫来考察你。是。炼气10层，看着年纪轻轻的，还算勉强可以。叫什么来着？是何等的灵根啊？师祖，师祖，弟子韩立，乃是木火水土4灵根。伪灵根。哼，应该又是那一套诸暨无望的说辞吧。无妨，我宗啊精于炼丹之道，此外还有符箓、阵法、炼器等等杂学。你呀，虽是伪灵根，但仍要勤加修行，切莫失了向上之心。若是有朝一日为宗门立下功劳，门内也会赐下筑基丹的。你随老夫来吧，问心符这一关的规矩还是要过的。若无问题，就跟不师之一样，归入天泉峰吧。是。问心符无非是探知根脚那些，以神识稍加掩饰即可。冯长老呢，既然让我多带带你，你是想看管药园，还是跟我学些炼丹之术呢？弟子资质愚钝，恐误了师叔大事，还是看管着药园吧。那这里可就交给你了。每年呢，只需要上交定量的药材就行。啊，这些是药园的令牌，以及各种草药的打理方法，切记不能出差错啊！我可是会定期前来检查的。明白。师叔还有何吩咐？哦，这个玄冰诀的功法，修炼时啊容易突破瓶颈。你若是在修炼上有什么问题啊，可以来找我。如果有其他人来找我，你就说我闭关了。切记，不能让任何人进来，尤其是那个姓冯的。收徒有教无类，还会给凡人义诊。这洛云宗啊，真是越看越顺眼了。算是平安落脚了，先休息一下，明日再说。师叔，听说你要参加这次世剑大会的宗内比试。是，穆师叔何以教我？哦，没有。参加比试嘛，多多磨练是好事。尽力而为就好，莫要强求名次，以免伤了根本。多谢师叔指点，在下明白。正好我也要去观战，既如此，顺路带你一程吧。啊，谢师叔。穆师叔也会参加吗？各峰都有内定名额，可以跳过这一轮。门内比试我就不参加了。穆师妹，穆师妹，许久不见啊，近来可好啊？好得很，不劳挂你。
我们走。师妹，在下可是在哪里开罪于你了呀？你我二人结成道侣一事，两家的长辈都已同意了。师妹，你又为何拒我于千里之外嘛？原来是这样，怪不得此人死缠烂打的。虽是长辈之言，我却无法认同。至于你，什么时候修为追上我了，再来提道侣之事吧。否则，休想碰我一根手指头。还不快来！有意思。牧师说身后跟着的那个男人是谁呀？之前怎么没见过呀？少在这装一个人。看来是落花有情，流水无意了。老弟，一会儿说啊。这位师兄，我记得你，我们是同一批登的山门。在下杜东，师兄请了。原来是杜兄，在下韩立。师兄是个明白人。穆师叔今日带师兄同行，出于何意？想必师兄明白，兄弟就不多嘴了，只是想借机打听一下，穆师叔此前有没有和师兄说过这事件大会有关的事情？哦，这倒没有。莫非杜兄这听到了什么内部消息吗？师兄说笑了，在下身份低微，哪来的内部消息啊？既如此，我就先告辞了。好，改日再去找师兄喝酒啊。韩兄为何要故意吓退对方？难道不应该将计就计，引蛇出洞吗？此人身份不明，还是让其主动疏远我吧。长老驾到！看来都到齐了。事件大会之前，宗门内先进行一轮比试，选拔参与大会的人员。希望各位拿出自己的看家本领，为宗门争光。宗门比试吗？还真是第一次参与。这女子先前在城里见过，结丹中期就能布置3个大型法阵，实力不俗。韩老弟，那可是赫赫有名的白凤峰宋玉峰主，你这么直勾勾地盯着人家看，若是被穆师叔发现，那岂不是不妙啊？我说孙师兄怎么消失了数月，原来是筑基成功了，就不要消遣我这个小小的炼气修士了。嘿嘿嘿，韩老弟哪里的话呀！再说了，你孙哥我又不是那种势利小人，是不是？第2场，天泉峰韩立对阵火云峰林寻通。他和谁打呀？林寻通啊！李师兄加油！没想到在第1轮就遇到了韩师弟，知道韩师弟手段不少，可要手下留情啊！师兄，过奖了，请指教。比试开始！快看，天阳火脉，竟然不用符箓，就能瞬间释放火属性符障。火浪珠，那可是了不得的法器啊！姓韩的那小子输定了，太厉害了！你得小心点，不要伤到韩师弟。哎，完了，还看吗？这种战斗的节奏还真有些怀念啊。
这个数量应该差不多了。得小心点，别伤到他。别打了，我认输，我认输。林寻通认负。天拳风韩立获胜。我的天，这也太有钱了吧！奢侈，简直是败家呀！有钱真好。福禄不要钱似的，是哪个世家的公子啊？没听说过洛云宗有姓韩的世家呀。这家伙。此术就是灵眼之术的核心了。此圣术以人通灵，竟好似活物。喂，师兄。你是当年那个小丫头。已是结丹修士了。程师伯得知你出关，问你何时能回去，他一直在等着你。哦，冯师兄也非常挂念你。好了，当年的事莫要再提。我进入此地时就发过毒誓，一日不结鹰，便一日不出山。况且宗内有你们在，足矣。春夜还未到汲取的最佳时机，我先将明清灵水最后一步调配完成。你们先在此静待片刻。韩兄，你叫我。我记得你精通土遁之术，能否从地下潜龙的光照之中，为我取一截灵眼之术的树根出来？好，我试试。难道此人还有同伙？能在我神识探查之下藏匿的，只有在场的3位结丹修士。是谁？韩兄，这灵眼之术根部同样有光照禁制。我虽然有办法可以强行遁入，但不敢保证不惊动那个同样在罩内的结丹修士。且先回来，估计此地不久之后会非常混乱。上述禁制出事了，外面突然出现一群人，攻打外阵，不仅有些担心，还有元婴老怪，还是不许主持大阵了。你们2位随我前去策应，我会守好这里的。在此期间，凡进入此地的，就地格杀。你们这些低阶弟子，先去静室躲避吧。听这动静，像是元婴级的大战。如此手笔，除了正道和魔道6宗，也不做他人想了。韩老弟，
咱们这也算赶上大事件了吧？重重禁制之下，还能有这么大动静？这上面估计是元婴大战了吧？这元婴大战得打成什么样子呀？这我倒是见过。希望宋师叔能平安无事。真没想到，古剑门的白师叔竟是正道盟的奸细。那位前辈，说起来也是一位可怜之人。小杜，你这话什么意思？韩师兄，您认为在下说的有道理吗？我对白师叔不太了解，不好妄自评价。是吗？我倒是觉得……小杜，你没听见我问你话吗？听得见，只是实在没有兴趣回答废话。且慢，你到底是谁？魔道六宗之一天幻宗少主，这个答案是否令大家满意？白师叔，白道友倒是悠闲。魔道贼子，休要阴阳怪气！若非那老怪物还想留我性命去谈交易，今日差点就陨落于此了。我也没想到那火龙老怪物会亲自出马，不过一切都在预料之中。本师叔和贵阁的金镜前辈，应该能为我们争取足够的时间。莫要轻举妄动，老实点！大罗千幻诀，不愧是千幻宗正派秘法。要说这藏匿逃逸的本事，天南无出其右。是，正道、魔道都来了。韩立，韩老弟，小子，早看你不顺眼了。就这么死了？你这是作甚？这些弟子当中有一个天恨老怪的嫡系后人，切不可贸然出手。哟，哼，真没气儿了。这姓韩的有古怪，我怀疑他故意隐藏实力，是故先下手为强。这天恨老怪物的后人绝不会是此人。你心里有数就好。好了好了。剩下的人就全都躺下吧。走吧。怎么办？好生棘手啊！要不把这些人都灭口？哎呀！你嘀嘀咕咕什么呢？如实应对不就好了？就说高价买了幻术符，重伤时保全性命。可是刚刚那一下，看上去可不仅仅是重伤吧？哎，这是什么呀？此物为忘尘丹，多给他们吃几颗，就不记得此间之事了。动作快些，估计上面的战斗快结束了。嘿。主人为何熟忍至死呀？
迷的时候，肯定出了什么大事儿，而且那个小杜也不见了。各位长老的脸色一个比一个难看，我怎么好像忘了什么事儿似的？是不是给他喂的太多了？无妨。有着养魂木制成的珠串傍身滋养，大研究的修炼果然顺利多了。哎，怎么写到这儿就断了？吾有一绝佳法门，修之可抵万世之功，奈何博穷逐尽，无处书写。呜呼，惜哉惜哉，还呜呼，分明是写不出来了。此人当真是大眼神君是吧？韩兄啊，终于要出关了，这20年可真是苦了银月了。应付同门，打理药园，照顾灵舍，喂虫子，喂兔子，喂猴子，这气灵也是生灵啊！哎，我爱我爱，韩兄，我不累。近来可有什么异事？古剑门山门紧闭，似乎在查清细则。南方的九国盟打了好几场败仗，被木兰人咬下好大一块地界。此后虽然得到了其他几派势力驰援，算是挽回了一些颓势，但九国盟似乎也付出了不少利益交换。哦，对了，落云宗那位太上长老伤愈出关了，可一出来就要求这宗内上下尽数归山，言进言出的。话说回来，这世剑大会也过去这么久了，云盟三派怎么还风声鹤唳的？虽说所有低阶弟子都被下了封口禁令，但当日的情形还是被不知何人泄露了出去。此事影响深远，天南各方势力之间都起了不少猜忌戒备。想必木兰人会很高兴吧？说这背后是人为操控，那这幕后之人也太可怕了吧？哦，对了，那个美人牧师说，还是时不时会来药园收灵草，每次都要待上一日。嘿，他好像还挺喜欢和我聊天的。嘿嘿，不过我都应付过去了。他近来似乎是遇到了一些事情，变得有些消沉。妈呀，我觉得呀，多半是被那个姓冯的给烦呢。无妨，此等驳杂纷繁，你帮我应付就好，无需事事汇报。这落云宗内有不少炼丹典籍，我还需要研究一二。毕竟这九曲灵参丹里的不少材料已绝迹于天南，不容有失啊！韩兄，你终于要拿那个兔子炼丹了。你为何一副跃跃欲试的样子？这九曲灵参已然通灵，只要配合禁止，自愿献出一点灵液即可，自然不用那般暴殄天物。你说对不对啊？好了，我会继续闭关，准备结营所需资财。此间诸事就劳烦音乐了。遵命，主人。
不是每年都这个时候吗？今年怎么封山了？快回吧！什么情况啊？全宗封山，这阵仗是有谁要闭关突破吗？穆师姐，你刚闭关出来，有所不知啊。冯长老正式闭关结鹰，这个不好说呀。咱们落云宗可能要有第3位元婴修士了。牧师们，牧师们请留步。我正想着去找你呢。这3枚灵丹是父亲特地留给你的。此次出关啊，他老人家可就是元婴修士了。我又是他唯一的儿子，总不算辱没了你吧？啊？我一心修道，无意攀附于你。道侣之事，即便是冯长老出面，我也会恳请他收回成命。师兄还是莫要纠缠。就是师妹是这么想的，师妹族中可未必同意。到时候被家族断掉修炼资源，可就不好了。好歹也是当年3派事件前10的弟子，当真就默默无闻的看管药园这么久？虽然这些年来与他聊得愈发投缘，但他身上总有种捉摸不透的感觉。难道……算了，这么多年了，怎么可能呢？多半只是性格内向吧，是我一厢情愿。怎么回事？这天象，难道是冯长老要结阴成功了？不对，那个方向不是主殿，是药园。这是元婴天照，落云宗，竟然是他们！是要出第3位元婴修士了吗？不照耀碧尘笑，奈何人心难料。藏得着，不能少，不曾动摇。家阵徒劳，掌中宝，心中刀。4色灵气，怎么会？故事是烈热血烧。
薇娅消失了。所有人听好了，此阵方圆10里之内暂时被划为禁地，但凡滞留者，以违反门规惩处。穆师侄，你且留下，此间药源可是由你负责的。是，但现在日常照料的是一名炼气期弟子，叫韩立。韩立，当年世剑大会进入前10名的那名弟子，难道这是此人引起的结营天兆？结营。你们处理得很好，剩下的事情就交于我2人。遵命。遵命。怎么了？有事发生？那倒没有。就是主人刚进这禁室半月，那位牧师叔就来了一趟。我看毕竟是主人的旧相识嘛，并化作了你的模样，去跟他说了几句。穆培林有眼无珠，此前如有冒犯前辈之处，还望前辈不要见怪。晚辈有一事相求，恳请前辈不力施以援手，晚辈愿结草衔环，报答前辈。这阵仗该不会是来拜师的吧？不能替主人擅自决定，还是先拒绝了吧。若是拜师的话，就算了吧，我不收弟子的。然后呢？真正的麻烦是什么？真是什么都瞒不过主人哈。麻烦倒是不至于，就是有那么一点点的小情况。就断了这念想吧，没出息的小子！拜见韩前辈。都是同门，跪着作甚，起来。之前是老朽和犬子无知，冲撞了前辈。老朽携犬子前来谢罪。这是何意？本座初到落云宗时，还是冯小友接引，何言冲撞？冯长老，不也是正在闭关冲击元婴吗？唉，前辈莫要取笑老朽了。老朽所谓的冲击元婴，
不过是给那几派人做做样子看，免得我洛云宗遭那些人白眼轻视罢了。如今得了韩前辈这等天纵奇才恩眷，我们洛云宗怕是真的要中兴了呀。这些弟子们往后还得靠韩前辈照拂了。此人倒是真心为门派着想，并非巧言令色之辈。这洛云宗虽说实力不强，但门风淳朴，自有一番气韵，这也是我选择此地的原因之一吧。冯道友言重了。韩某既已加入洛云宗，那这些便是我分内之事。那牧师执木仙子的事儿，我们冯家已与穆家解除婚约了。我们两家此前确实不知道，此女已成为您的贴身侍妾。什么？贴身侍妾？哪来的侍妾啊？告辞。他人啊，只看到主人如今的成就，殊不知主人苦修至今，哎呀，清心寡欲，严于律己，是不近女色的。如此的向道之行，怕是鲜有人能想到的呀。如果你对双修伴侣这么感兴趣，哪天我给你物色一个，也不是不行。我完全不需要。哎呀，那个穆姑娘一直想要见你来着，我不知道该怎么处理，就让她先候着了。她既然这么喜欢不打招呼就竖大旗扯虎皮，那就别打招呼了。反正她已经得偿所愿了，让她回去吧。哦。你是？我家主人请你过去。参见韩前辈。穆师叔别来无恙啊！韩某刚出关，就平白无故的背了个夺取婚约在身的女修为妾的名号，说出去实在不怎么好听啊。此事因晚辈而起，有损前辈清誉，请前辈责罚。说什么清誉不清誉的？此前在药园内也受了你不少照顾，我的真实修为也瞒了你这么久，只是如今外面都在传些什么东西，想必你也知道。眼下我只能认下此事，否则别人只会认为我这个新晋的元婴长老连一个筑基女修都无法庇护，反而容易招来事端，扰人清修。你可明白？晚辈知错了，此番前来已有此觉悟，任凭前辈发落。
给你2个选择吧。第一条路是就此入我麾下，在这天泉青竹峰上修炼。我虽从未收徒，但也愿在修炼上指点你一二。不过我要在你身上施展禁制，以防你不经意间把我的一些秘密透露出去。至于这第2条路呢？韩前辈，我选第2条路。你可想好了？如此一来，侍妾之名，外面可就认定了。现在反悔还来得及。佩灵从小进入这宗内，一心苦修。这天泉峰的一草一木，都如同佩灵的家人一般。他人非议，在佩灵看来更是不值一提。可宗族之命，只想让我嫁人联姻，一想到从此便会失去自由，与一个不喜欢的人共度一生，佩灵就不由自主地斗胆用了韩前辈旗号。此前和前辈在这天泉峰相处数年，正是佩灵最为难忘的时光。这份随心所欲，正是佩灵最为向往的自由。只要前辈不赶我走，佩灵愿神师受戒，终生侍奉前辈左右，追寻大道。随心所欲，又是自由吗？世间种种，不一而足，人心所求，却又何其相似？好，我答应你。你就跟着我，试试能不能找到你所想要的自由吧。多谢前辈成全。至于洞府，就在紫峰上随便选吧。你平日里称呼我一声公子即可，毕竟我也只有200余岁，天天前辈前辈的，倒是把人喊老了。是，佩灵一切都听公子吩咐。